他奶奶的，走后门竟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！我不管他是天老爷的夫人，还是地老爷的太太，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，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碉堡！男人听到军长的训话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他本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公子哥，母亲为了把他调到大城市工作，让他来部队走个形式镀个金。赵萌生本以为到部队熬个把月就能回去，可连长对他的到来却十分重视，不仅推迟了自己的探亲假，还召集所有的战士列队欢迎他。赵指导员既不是到我们这儿代职锻炼，更不是来体验生活，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9连的指导员。赵萌生听了不免有些尴尬，如果不是母亲安排，他说什么也不会来这穷山僻壤的地方。很快赵萌生娇生惯养的习性就暴露无遗，喝水要用保温杯，洗脸要用香姨子，一天3遍的抹着雪花膏。明明和连长是同岁，看起来却比连长要年轻7、8岁。为了照顾初来乍到的赵萌生，连长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勤务兵。赵萌生每天都有小勤务兵帮他打水、挤牙膏、叠被子、收拾房间。拉练时他把装备都丢给小勤务兵，自己却早已汗流浃背、气喘吁吁，这让炮兵排长靳开来十分生气。他是个心直口快的暴脾气，见小勤务兵帮赵萌生洗衣服，靳开来又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呀，连长就在生活上要多关心他一点。送去。另一边，赵萌生正在宿舍里吃着巧克力，听到战士们回来，他急忙收进了抽屉，然后起身拿出2包烟。他把华子悄悄收起来，把便宜的大钱门分给战士们抽。指导员抽烟水平不低啊！等战士们走后，赵萌生打开母亲寄来的包裹，母亲在信里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眼下的形势不同了，调动的事不能操之过急，让他在连队里先干半年再说。赵萌生看完信长叹一口气，他一天也不愿在这里多待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拿着粗面馒头挑挑拣拣，满脸嫌弃。这时一个小兵坐过来套近乎，赵萌生顺势把馒头塞给了他。小兵吃不下，把馒头给了靳开来。靳开来早就看不惯赵萌生，他把馒头又给还了回去。赵萌生也闹起了情绪，把盘子推到了一边。连长见状急忙打圆场，拿起桌子上的馒头吃了起来。连长这么做也是在保护靳开来，因为靳开来生性豪爽，心直口快的他得罪了不少领导，连里头几次提议想让他当副连长，上面的领导却始终不同意，所以靳开来看不惯赵萌生这种来部队刷履历的官二代。得知连长的探亲假一拖再拖，靳开来让小勤务兵先去给连长买车票，可连长却拒绝了他的好意。老靳，你也不宽敞啊！我再不宽敞也比你强。不是，你别娘们似的。见连长要穿着帆布鞋回家，靳开来把他叫到一边。42号的，你只能穿。哎呀，我穿着，你试试。他让连长穿自己的皮鞋，精精神神的回家。连长本想让赵萌生熟悉连队的情况后再走，可赵萌生的心思根本没在连队，他一有空就往收发室跑，天天盼着母亲的来信把他调走。这天，赵萌生收到母亲寄来的加急信件，信里说他所在的部队不日将开拔边境，母亲已经托关系帮他办理了调动手续，让他一旦接到调令务必尽快离开。赵萌生随即来到图书馆，结合这几天的边境报道，他猜测可能是跟越南不断在边境挑衅有关。赵萌生从未上过战场，此时他的脑中充满恐惧，魂不守舍的他回到宿舍。这时连长说明天准备休自己的探亲假，等休假回来还能跟上年终考核。赵萌生以为连长是想临阵脱逃，于是阴阳怪气起来。走呗。连长察觉到赵萌生的反常，等看了报纸，连长这才恍然大悟，他知道战争即将打响。另一边，靳开来已经帮连长买了回家的车票，还给他即将出生的孩子买了新衣服，可连长却说这个假恐怕是休不成了。这些天，指导员的母亲几乎是天天往市里头挂电话，所以连长估计部队最近肯定要行动。他叮嘱靳开来一定要保密，让他别出去到处瞎嚷嚷。这时靳开来注意到门外的赵萌生，他故意抬高嗓门朝着窗外喊道：“他奶奶的！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，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！你看着，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，我就不是靳开来！”不久，连长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，可赵萌生的调令也到了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可身为指导员的赵萌生却临阵脱逃，这对战士们的士气必然是巨大的打击。赵萌生想让连长放他离开。你们都是些好同志，你就放我走吧！一向好脾气的连长终于爆发了：“你滚！现在你就给我滚蛋！支持青年下放的时候，你们趴下乡，都涌到部队里头来了。现在感到吃苦了，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。中国是我的，可也是你的。”连长苦口婆心地劝赵萌生好好想想，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坎，前进一步还好说，
如果是后退的话，那他将来必定要背负千古骂名。也许是良心发现，赵萌生最终跟随部队去往前线。就在战士们紧锣密鼓地做着战前准备时，一通电话却直接打到了作战指挥部。电话那头正是赵萌生的母亲，她曾是雷军长的救命恩人，在战场上把雷军长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。母亲希望雷军长能关照自己的儿子，把赵萌生调到后方。雷军长听后勃然大怒，随即便召集所有战士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夫人，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。他奶奶的，走后门竟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。雷军长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大家都知道说的就是赵萌生。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，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掉跑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赵萌生却羞愧得无地自容。曾经巴结他的战士，现在对他也是冷嘲热讽。别看咱段允国不咋地，报效祖国，咱也愿流点血。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。赵萌生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，等连队集合好后，他怒吼道：“我也是个军人，我也有人的尊严。从现在起，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萌生贪生怕死，我跟他刺刀见红。是英雄是狗熊，咱们战场上见！”此刻赵萌生展现出一个军人该有的血性。接着连长宣布靳开来被提拔为副连长，可靳开来脸上却没有丝毫喜悦。他明白战前受封往往都是有去无回，此次连队的任务是执行穿插，担任部队的尖刀连。靳开来独自坐在帐篷里，想起了久未谋面的妻子和儿子，他不惧怕流血牺牲，只是担心如果自己不在了，他们母子俩该怎么生活。靳开来让战士帮他剃光头发，这样在战场上头部受伤的话方便包扎。这时一群小战士嚷嚷着让副连长请客，靳开来爽快地拿出身上的钱和烟，与其让这些东西留在战场，不如现在就分给战士们。战斗前夕，炊事班给战士们准备了饺子，大家配着白酒畅所欲言。赵萌生拿出一瓶葡萄酒，我这是唯美4，那玩意儿娘们喝的。这句话再次刺痛了赵萌生的内心，他有些生气地砸了手里的酒，倒个精光。靳开来明白赵萌生是在生自己的气，他主动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歉：“过去的事我不提了，连副准你再提。来。”曾经水火不容的两个人，就这样冰释前嫌，握手言和。上了战场，他们就是生死相托的兄弟。晚上，连长和靳开来促膝长谈。按照雷军长在大会上的意思，尖刀排肯定是让赵萌生带队，可靳开来却不忍心让他去冒险。尖刀排由我来带，不能让指导员带。他有文化，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。再说，人家新来乍到。没等靳开来说完，连长就打断了他。他早就想好了让谁来带尖刀排。这个人不是赵萌生，也不是靳开来，而是他自己。作为连长的他，在这个时候更应该身先士卒。靳开来说自己弟兄4个，死了1个还剩仨，可连长不行，他的2个哥哥已经在战场上牺牲，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即将生产的妻子。面对残酷的战争，有人苟且偷生，也有人在争相赴死。烈士灵剑。连长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妻子写了一封信，算着日子，他们的孩子已经出生20多天了。看着手里的拨浪鼓，连长回忆起妻子来部队探亲的场景。临走时，妻子把拨浪鼓交给他，让他下次探亲回家带给孩子做礼物。可如今这个小小的愿望不知还能否实现。为了完成此次的突击任务，上级给尖刀连补充了15名战斗骨干。一个从北京来的小战士引起了连长的注意，书卷气息的他早早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，这让连长对他多了几分欣赏。即使在凶险的战场上，他仍不忘看书学习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北京。他的目标是以后成为一名元帅。很快战争全面爆发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尖刀连攻占了敌人的阵地。来到敌人的战壕，战士们都沉默了，地上全是我们之前援助他们的大米和干粮。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，我们用200亿养了一群白眼狼。很快敌军就对尖刀连发起反击，他们把战士们团团包围，然后切断了水源。受伤的战士被渴得奄奄一息。这时小北京说来的时候，看到山脚下有片甘蔗地，赵萌生听后主动要求去砍甘蔗给大家解渴，可靳开来却把他拦住。他知道这是违反纪律的事，不想让赵萌生因此受处分，反倒是自己经常得罪领导，也不在乎再违反一次纪律。我就不信他奶奶的，200个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。说完，他就带着几名战士下了山。不久，甘蔗被战士们背了回来，可靳开来却在回来的路上踩中了地雷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惦记着战士们，让大伙吃甘蔗。见此情景，大家都悲痛欲绝。他们吃着靳开来用生命换来的甘蔗，
补充完水分，连长带着战士们发起反击。面对久攻不下的碉堡，小北京自告奋勇扛起火箭筒要把它炸掉，可扣动扳机后竟是一发哑弹。他迅速换了一发后还是哑弹。这时小北京被敌人发现，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中他的心脏。等连长赶到时，小北京已经不幸牺牲。看到弹壳上的日期，连长这才明白，这竟是一批过期的炮弹。他挑出一发好弹再次发射，敌人的碉堡瞬间被炸为平地。战士们趁机发起进攻，很快就占领了敌人的阵地。就在大家以为胜利的时候，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偷袭。隐蔽！为了救赵蒙生，连长被子弹射倒在地，鲜血顺着弹孔染红了他的军装。连长一句话也没留下就牺牲了。连长！赵蒙生抱着连长的遗体嚎啕大哭。连长！连长！他愤怒地举起机枪朝敌人疯狂扫射。救援！给我上弹！支援！快过去支援！赵蒙生不顾战士们的阻拦，抱着手榴弹冲进了敌人隐蔽的山洞。最终战士们取得了胜利，赵蒙生也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他在连长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被鲜血染红的账单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连长为父亲治病在部队所借下的每一笔钱，一共是620元。赵蒙生小心翼翼地把账单收好，他最后一次帮连长整理了军装。连长，咱们回家了。赵蒙生带领战士们获得了1等功，可他脸上却充满悲痛。这场胜利是无数战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。部队为牺牲的烈士们举办了追悼会，烈士家属也都千里迢迢赶了过来。尖刀连的战士除了靳开来都被追授了1等功，只因他生前经常顶撞领导，现在连个3等功领导都不愿授予。看着靳开来的妻子和儿子，赵蒙生心里满是愧疚。他把自己的勋章交给靳开来的妻子。大嫂，这是1等功臣靳开来同志的勋章。又过去很多天，部队的善后工作已经差不多了，可唯独连长的家属迟迟未到。原来梁大娘和玉秀为了省下路费，下火车后就一路走着前往部队。另一边，赵蒙生的母亲来到部队，她找到雷军长，责怪他不念旧情。像梁三喜、靳开来这些烈士，也是爹娘生养的，人家都有妻儿老小，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？该流血牺牲的时候，让老百姓的子弟上。这时门外的战士送来1枚功勋章，雷军长一脸愁容地接了过来。原来战场上牺牲的小北京竟是他的儿子。赵蒙生母亲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，没想到雷军长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战场上。几天后，梁大娘和玉秀终于来到部队，赵蒙生急忙去买了果汁和奶粉，他还把心爱的照相机给卖了，想要帮连长还清他的欠账。赵蒙生把连长的遗物交给玉秀，里面是一件军大衣和一个拨浪鼓。玉秀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思念和苦楚，她来到丈夫的坟前嚎啕大哭。这时身着便衣的雷军长也来到墓地，他告诉梁大娘自己也是烈士家属。大娘虽然承受着丧子之痛，但还是安慰起了雷军长。俗话说，人活100岁也是死了，孩子们这么死了，值得。第二天，部队为玉秀和梁大娘送行，得知昨天遇到的老人竟然是军长。梁大娘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：你是个军长，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，牺牲了。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，我总算是看到了。你们好啊，中国能兴旺啊！接着，梁大娘从手绢里掏出620元，里面是儿子的抚恤金550元和卖了老家1头猪的70块钱。她拜托赵蒙生帮忙还了儿子生前的欠账。原来连长在出发前把账单寄回老家了一份，他叮嘱母亲和妻子，如果自己遭遇不测，那就请他们帮忙还了这笔债务。大娘，你不要管了，这个账让我来还。赵蒙生知道，如果不是连长，自己就不可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。他哭着求大娘让他替连长还了这笔钱，可梁大娘却说他不能违背儿子生前的嘱托。他来到儿子坟前做着最后的告别，清风拂过山岗，高山下的一排排花环，就像一排排整齐伫立的战士，为我们守护着国家，守护着家园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最可爱的人。